Hello， 大家好，我是 Steven。那自从特斯拉 Robotaxi 试营运之后，全世界对自动驾驶的未来讨论非常的热络。你可能已经看过很多人在比较各家公司的自动驾驶车在美国的一些城市里路上实际运营的状况。那到底哪个时候自动驾驶车可以普及到像我们平常叫 Uber 一样方便和安全呢？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呢，我不得不先提一下全世界都很关注的特斯拉 Robotaxi。特斯拉和 Waymo 的科技和发展一直都是大家被拿来热烈讨论和比较的话题。但是这一部影片我不会讨论两家公司的科技和优劣，我就以目前数据量的累积速度，还有政府政策的预期时间线来做推算。如果大家有兴趣听我对两家公司的科技比较和看法，还有特斯拉自驾车以后的发展预期和普及的时间线的话，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我会单独做几期影片来做专门的讨论。OK， 那在讨论自动驾驶的未来之前呢，我们先快速分清楚两种最常被搞混的自动驾驶等级。第一个是 Level 4，简称 L4。那这是高度自动驾驶的意思。那这意思是说，车辆只要在它的操作设计域，也就是说，在一个限定范围内，它可以完全的自动驾驶，你完全不用管它。但它如果开出了这个限定范围，或是遇到无法处理的情况，它会自己安全的停下来，和寻求远端的帮助。然后再来下个级别就是最高级别的 Level 5，简称 L5，这就是完全自动驾驶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车子能在任何天气还有道路的状况下，不管它是沙漠还是雪地，它都能自己开。那在这个影片里面，我主要讨论 Level 4这个级别，因为它目前是最有可能率先被大规模的商用，然后真正最快改变你我通勤方式的这个级别。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要让 Level 4的自驾车像叫 Uber 一样方便和安全，可以被普罗大众接受，目前还需要通过哪4个大门槛？还有这些门槛预计可以被达成的时间是哪个时候呢？第一个门槛是感测器和算力成本的大幅降低，那我推测这个目标可以被达到的时间大概是2026年到2027年左右。那这个门槛的意思是说，自驾车上除了车子本身以外，它还需要一整套额外的硬体，包括感测器、算力晶片、冗余系统，这些我们统称为整车硬体。这些是什么东西呢？感测器是指所有感应的测量器，也就是说是车子的眼睛，像是相机、雷达这些东西。算力晶片是车子的大脑，处理所有感测器传来的数据还有讯息，然后发出控制车子动作的指令。还有再来就是冗余系统，就是车子的备用大脑，也就是另外一套备用的算力系统。当主要的算力系统出问题的时候，这个冗余系统它就会接管和继续正常控制车子的运行。所以当这一整套硬体的这个物料清单可以压到$1000以下左右的时候，或是说里面的光学雷达这个设备的成本可以大概低于$200的时候，那自动驾驶车每一次载客的这个硬体折旧成本才能低到跟 Uber 和 Lyft 去拼价钱。那不然大家可能都还是会继续选择叫 Uber。那第二个门槛是1亿英里级别的安全数据证明，推测这个目标可以被达到的时间大概是2027年的上半年。那这个门槛的意思是，当没有安全员的自动驾驶车，它的累积运行里程突破大约1亿英里的时候，这几乎能在统计上证明自驾车比人类驾驶更安全。那有了这些里程数据，保险公司那也才能开始精准的定价自驾车的这些保险费，然后才能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这个行业。目前行业里面无安全员自驾车里程领先的公司是 Waymo， 那他们预计在2027年上半年左右，他们的无安全员的自驾车累积里程会突破1亿英里。然后第3个门槛呢，它是美国国家公路安全局的联邦安全证书，英文简称 NHTSA 的 AV Step。我推测这个目标可以被达成的时间大概是2027年的第4季度。这个安全证书简单来说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发放给自动驾驶车的联邦驾照。意思就是一台自驾车通过了所有必要的安全测试，它的安全性能已经被联邦政府认可，可以像个有驾照的人在路上开。那这样之后，所有的州政府和保险公司才能相信这辆车它可以安全的在路上运行。这个安全证书的最终规则预计是2026年的年底落地。那这些企业公司呢，大约要再花大概6到12个月来提交所有的安全档案来通过审核。所以预计有公司最快可以在2027年的第4季度拿到第1张这个联邦安全证书。第4个门槛呢，它叫做联邦机动安全车辆标准，英文简称 FMVSS。推测这个目标可以被达到的时间是在2028年左右。那这个是由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制定和执行的一套针对汽车安全性能的技术标准。那这些包括正面、侧面碰撞、安全带、气囊、车辆结构强度、约束系统、车灯、刹车、电子稳定系统等等这些装置的性能。也就是说，自动驾驶车必须要通过这些标准，才能被大规模的量产贩售。那不然只能依照公路安全管理局每年给的2500辆的原型测试车的豁免额度来生产。所以我们快梳理一下这个4大门槛的这个完成顺序。预计从2026年到2027年，随着感测器和算力晶片，像是 NVIDIA 4的大量出货，整车硬体的成本有望可以跌破大概$1000左右。
然后再来2027年上半年 ，Waymo 这些无人驾驶里程数领先的公司，他们的里程累积会突破大概1亿英里，那也就证明了自驾车的这个安全性，保险公司就可以开始定价，那行业的资金也会开始随之流入，然后增量打开。到了2027年的第4季，预计有公司会拿到第一张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的联邦证书，也就是说自驾车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在全美各州自由的运行。那最后在2028年，预计有公司的自驾车他们会通过联邦机动车辆的安全标准测试，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自驾车就可以被无限量的生产在路上运行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目前各个自驾车公司的这些可能的量产时间线。我这里分成大概3个梯队。那我要先说一下，特斯拉 Robotaxi 的确是目前市场的黑马，它在车辆硬体和运行的地理范围的发展速度都非常快，的确很有可能弯道超车，很快的超过 Waymo。但是目前他们的自驾车在运行的时候，车里都还是要有个特斯拉的工作人员作为安全监控员，必要的时候可以介入车辆的控制。所以目前累积的里程数在法律上也还不能算是无人驾驶的旅程。所以在这个影片发布的时间点的时候，我先不把它纳入讨论。但是以特斯拉目前累积的有人的自动驾驶数据量来看，如果之后雷达、相机还有 AI 的科技，还有政府的政策有大量的改变或是推进的话，政府或许会直接认可特斯拉的有人自动驾驶数据可以作为无人驾驶的里程来算的话，那对特斯拉和整个法案的发展会有很大的推进。好，那这里我们继续看第一梯队的公司是一些无人驾驶累积里程领先的公司，像是 Waymo、Zoox， 他们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下半年开始达标所有的门槛，然后在2028年到2029年进入放量的生产期。第二梯队是 Cruise、Motional 和 Mobileye 这些公司，预计在2028年达标所有的门槛，之后在2030到2031年左右进入大规模的量产。最后第三梯队是 Toyota 和 Aurora 这些公司的合作项目，有可能会在2029年左右达标，然后在2032年到2033年开始逐渐量产和普及。所以把所有的时间线总结来看， Level 4自动驾驶要达到像 Uber 一样方便和安全的普及，预计在2027年年底左右，技术和法规都会落地。然后在2028年到2031年之间，美国的各个城市的自驾车的运行规模会逐渐放量上升。然后同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所有的基础设施还有公众信任它也会陆续增加，因为我们大众也需要时间来适应和信任这个自驾车的这些科技。最后呢，这个影片不是投资建议，我也没有支持任何公司。如果你对我今天说的东西有什么意见，或是对自动驾驶有什么看法，未来还想看我聊哪些主题，欢迎都在下面留言区告诉我。那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的影片咯。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拜拜。